俄罗斯副总理马拉特·胡斯努林周日抵达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哈，是俄乌冲突以来进入马里乌波尔的最高级别俄政府官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乌克兰政府5月1号颁布行政令，宣布关闭包括马里乌波尔在内的4处港口，但实际上该市当前并不在乌政府的控制范围。俄方此前宣布，除了亚速钢铁厂，马里乌波尔已全部处于俄军的控制中，目前市面秩序基本恢复。胡斯努林此行的目的地包括马里乌波尔亚速机器制造厂、马里乌波尔港和当地几家医院，评估当地重建工作。胡斯努林负责俄罗斯建设和建筑事务，他表示要好好利用马里乌波尔的港口设施，运输建筑材料以重建这座城市。被俘人员以及撤离亚速钢铁厂的平民都证实，厂区里有来自美国、英国和法国的高级军官。根据俄方政策，这些外国军人将不享受俘虏待遇，而美西方国家则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援。上周五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新的对乌安全援助，总价值达到1.5亿美元。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周日还表示，美国还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援助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拜登还敦促国会尽快通过新的一笔330亿美元援乌方案，其中包括200亿美元军事援助。而英国上周6也表示，将再向乌克兰提供约合人民币107亿元的军事援助。英国媒体表示，这是自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来，英国在境外冲突方面投入的最大资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德国也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大型武器，包括7台高射速的自行火炮。美英的，包括西方的这种源源不断的军援是，乌克兰能够，目前还和俄罗斯能够进行这种，针锋相对的这种军事战争的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。至少说现在的这些军援会让俄乌的这个冲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，不会短时间内结束，或者是有一个谈判，甚至双方现在这种接触的可能性都不是特别的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基辅在周日分别接待了美国第一夫人吉尔·拜登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，两人秘而不宣突然到访。吉尔·拜登与泽连斯基夫人奥莱娜·泽连斯卡闭门会谈1个小时，并表示美国人民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。外界认为，吉尔·拜登的到访意味着拜登短期内不会访问乌克兰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见泽连斯基时表示，要追加援乌措施。他还参加了加拿大驻乌克兰大使馆的重新开馆仪式。从战争开始以来，那么从欧洲的，然后现在是美国的这种高官，而且包括加拿大特鲁多一直这个源源不断的向乌克兰，去乌克兰访问。也一方面是体现了那种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俄罗斯的一个示威。